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今天是咱们承诺了许久的红蓝艾斯的卡组构筑及打法思路讲解。虽然其实这期视频早该出了，但是其实拖了这么久，也是希望能尽可能的多加深一些理解，多去验证一些自己的猜想，尽可能的做到是这一期视频就能给大家把所有的问题都讲清楚，最大程度节约大家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大家的时间都非常宝贵，宝贵到可能没有时间给我点个赞投个币啊，所以我把投币按钮放到屏幕中间了啊，这下大家应该都能点上了吧。行，废话说到这儿，本期视频比较长，咱们抓紧进入正题。首先放出我自己最后调整出的构筑，其实还算是比较常规的一个构筑，与目前市面上大家的常规理解都大差不差，可能有些小细节上的理解上的区别，之后我会详尽分析。不过最开始咱们会为了照顾没怎么了解过艾斯的小伙伴，我还是尽可能的每一步都拆解一下，也方便大家加深理解。依照惯例，先讲领袖。红蓝配色3血6000头，艾斯的红蓝配色依旧是继承了传统红蓝的各玩各的啊，艾斯其实也没摆脱这一点。红色呢负责进攻，蓝色负责赚资源防守。但是为什么艾斯能打破传统红蓝的尴尬地位呢？一个是领袖技能足够厉害，另一个其实就是6000头带来的加成。6000头按理说其实是个有利有弊的设计，因为3血很脆，其实会很大程度上降低容错，但是如果资源充足，能拉扯的足够久，6000头的优势又会被无限的放大出来，这点在蓝紫路飞期间大家应该深有体会。当然了，抛开领袖技能谈领袖强度也是耍流氓，咱们分析一下艾斯的领袖技能。一效果，对方攻击时每回一次可以丢弃我方的一张手牌，本次战斗中对方最多一张领袖或角色力量减2000。一效果就是朴实无华的强，每回合都能印一张2000边，这使得艾斯在构筑的时候灵活性非常的强，完全可以比常规领袖的构筑的编顿值要少很多。因为只要灵活的利用好自己的领袖技能，也能做到看似比别人少，其实比别人多的效果。关于领袖技能的使用，这里提醒大家2个点。首先是一技能的发动时间点是对方攻击时，所以如果你需要用阻挡者去挡，那么理论上咱们正经的操作顺序应该是先发动领袖技能，然后再阻挡，然后如果还差的话再交其他的编顿值。所以如果你先阻挡了，对方不让你交领袖技能其实是合理的，这点要特别注意。第二点就是要灵活利用领袖技能，不要只扔没边的牌。什么意思呢？就比如对面7000打你，这时你手里有一个没用的1000和一个下回要出的没边的牌，不是非要扔没边的牌啊，扔1000的也行，这点一定不要死板，老艾斯应该都会注意了，属于新手艾斯常犯错误了。接下来是2效果，东城1每回一次，我方受到生命值区伤害时，或我方原本的力量6000或更高的角色被 KO 时，抽取一张卡牌。这就是咱们红蓝艾斯资源多的真正核心了，也是能不能玩好艾斯的关键。就是如果能够不浪费自己的领袖技能，就比如说你一回合掉了2滴血，就相当于少用了1次技能嘛。但是其实关于这点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死板，在做这些资源交换之前，咱们可以先计算一下这波防守到底用了多少资源，就知道你这血放的亏不亏了。打个例子，对方一脚8000一脚10000，吃了8000挡了10000，你觉得对于艾斯来讲是不是一种很亏的行为？这个问题放在任何一个其他领袖身上，答案一定是亏的。但是其实对于艾斯来讲，因为你领袖技能多给了一张，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说挡8000和挡10000花的资源是一样的。但是这样做的话，咱们能多消耗对方几个东。什么意思呢？我简单描述一下这种情况的常见场景，大家就理解了。面对伊姆的时候，对方一脚8000打了过来，现在还剩下3个东，然后场上有个7000的人还没动，那么此时你就可以根据场面来决定是挡第一脚8000吃第二脚8000，还是吃第一脚8000挡第二脚10000。任何领袖打伊姆的时候，其实都不希望伊姆留东开反击的，对吧？所以如果此时我场上公平比较充裕，我还真就大概率会采取吃8000，然后迫使对方第二脚打10000的这种操作。因为有领袖技能的存在，会让一些对于其他领袖比较亏资源的操作，反而能换取更多的收益。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当然了，艾斯的吃血节奏也是这个领袖的一门必修课，我会在之后的打法讲解中详细分析。领袖技能讲完，咱们接下来聊聊构筑。对于构筑的第一要点，还是我常说的那句话，没有最完美的构筑，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构筑。我会详细讲解我对于每张单卡的理解以及用法，至于如何取舍，还是要大家自己上手体验之后，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调整。我先说下我觉得对于艾斯来讲是底层逻辑绝对不能动的那些牌。首先就是咱们的老爹组合，因为我是白胡子加咱们 OP13 的强胡子，艾斯是那种非常符合设计师期望的拍大哥直到赢的那种领袖。面对绝大多数领袖，你都可以
采用12000大哥连拍的方式进行取胜，主打的就是一个我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我就是硬的进攻方式，遇事不决你就上爹就行。所以为啥会出现好多那种业火领袖，就是为了专门去针对艾斯的这个特质，属于既是长处也是短板了。而艾斯之所以能有这种一直拖后期的底气，一个是本身作为蓝色领袖资源多，能活得了那么久，然后就是巴菲事件也着实有点过于超模了，直接就相当于一卡跳2费，而且还不影响自己的整体节奏，完全可以当艾斯是个红蓝紫的3色领袖来看待了。我个人认为艾斯的强势跟这张卡有80%以上的关系，更何况还附赠了一个8000头的额外效果，对于自己节省资源控制血线也有极大的帮助，真白团第一神卡。所以艾斯的剩下42张卡可以说都是在为了这8张卡去帮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效果而服务的，也不为过。也因此艾斯的卡位其实特别灵活，只要你说得出道理就都可以塞进构筑。当然这也是艾斯构筑为什么变化很快也很大的底层逻辑，对吧？如果你是一个从 OP13 刚开始就玩艾斯的玩家的话，我简单放下我刚开始的艾斯构筑还有现在的艾斯构筑，大家应该还能看到变化是极其明显的。除了环境变化因素导致的改变，本身理解上也出现了很多的不同，但是底层的一些还是没变，就是8+10的这个组合。剩下单卡的取舍呢也详细的聊一聊。首先是 2.5 种的12张的检索，就是乙藏、格普和小玉。小玉因为是过牌，所以咱们只能算半个检索。说实话啊，乙藏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张非常有争议的检索，因为本身浓度其实不是特别高，所以经常空检。但是为什么依然还是必须满的单卡呢？其实就是因为各个节奏点的关键单卡乙藏都能找得到，4费的马尔高、6费的花剑、8+10的组合都在检索范围内，这是第一点。然后它比格普多看一张，看5和看4的差别还是有很多的，而且关键时刻还能检索萨奇，也很关键，这点是最主要的优于格普的点。然后红乙藏和蓝乙藏优先肯定是蓝乙藏，毕竟多条绿抽效果呢。如果有想投入第9张真检索，再用红乙藏。格普就是你需要的牌基本都能找了，所以也是必版单卡了。小玉的话按理说也是直接带4就行，但是毕竟是半个检索，所以我个人是少带了一张小玉，带了一个坏女人祸怀迪贝，最后斩杀时博个上限，没有也问题不大。然后这个祸怀迪贝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咱们的构筑里会投入6费的乔兹，而乔兹的效果是需要一个 cost 的，也就是说前期一定是要站人。这里举个例子，就是打伊姆的时候，如果你被迫先手了，先手3费的时候，如果对面留了1费，你上一个检索打一脚8000，很可能会被一个炮给挡了。而艾斯先手打伊姆，最好是在他10费前能把他压到2血，所以第一脚如果真被挡了，其实还挺难受的。那么此时如果你手里恰好有个祸怀迪贝，就可以上个检索贴一东打9000，然后同时还占了2个乔兹的回收对象。这里顺道讲个特殊的点哈，就是在面对伊姆时，我是非常期望我在3费时场上能有3个角色的，这里最好一定是3个检索，别的也能接受。为啥呢？因为现在伊姆普遍会开始投入1费的白星了，这个白星的用处很多，但是本期不是讲伊姆，所以不聊为什么投入，只说结果。在面对伊姆时，咱们7费的最佳期望一定是出乔兹，万一能处理对面一个角色就是血赚，处理不了回收自己2个检索，也是相当于白赚了2张牌。但这个时候其实就给了伊姆使用白星的机会，因为你场上的那些小公屏都被乔兹拿走了，他上个白星回收自己2张关键章，还打了你1张手牌，然后你下回合大概率会需要用一脚8000去处理这个白星，因为你不处理就又要被打1张，相当于这个白星打了你一脚还当了个4000边。所以其实只要能多留一个小检索在场上，让他的白星不那么舒服就可以。出于这2个层面的考虑，带了一个祸怀迪贝。然后就是快速过下基本没什么争议的单卡，就是你看到大部分玩家都会投入并且基本满4的单卡，4费马尔高、5费大河、6费乔兹，456的无脑3件套。马尔高跟大河呢，想必不用我过多解释了，就是赚。每一张在这个卡组里都等于3张牌，登场或者 KO 时抽2，然后领袖技能再抽1，属实无脑，让我感觉现在的蓝哥们不能抽2都不好意思出门。乔兹呢也很大概率等于3张牌，回收自己2个检索，然后被 KO 了抽1，或者其实更主要的作用是处理对方场上的达斯奇，至少多节省自己1张手牌嘛，也是很重要的。
这哥仨就是单纯的赚，然后又因为过牌多，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找到咱们的大跌，完完全全的相辅相成了。石罗杰也是当前环境无论如何我觉得都要带2张的重点单卡了，其实1张就够，带2张，一个是为了保险，另一个就是我的打法也很可能会用到2张。首先就是当前环境的80%以上的对局都是靠罗杰赢的，吃空血然后罗杰过强，甚至在我的理解里，除了打索隆你的第一个10位回合，如果你场上满足这2个条件，1有个强胡子，2还有凉血，我都觉得可以直接无脑压个罗杰。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罗杰足够大，大部分情况都是无法物理处理的。然后第二点就是不管是内战还是打伊姆，给到对面的压力都很大，因为对方其实也会很怕你下轮突然就把血拔空的要斩杀了。因为伊姆或者内战大部分的资源节奏其实都是呈现出一个漏斗型的，就是前面其实会为了守血或者场面倾泻一部分手牌，然后中后期在拉扯的过程中再用无老星或者强胡子加马尔高把资源拉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往往是对方资源最底的时候，你压个罗杰能大概率将对局提速，会让对方做的很多准备直接报废，是最主要的劣势局的翻盘手段之一。详情可以问第二诸葛。快速讲下火拳枪，火拳枪有点现在蓝色底层逻辑那个意思了。大部分超服领袖怎么打艾斯，就是破完场然后一直开火拳枪就行了，所以可以说是内战越多枪带的越多，内战越少枪带的越少。现在内战还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起码是要2到3张的。接下来是咱们的2000边阻挡乌塔，主要是为了他能2费登场，然后不吃乌索巴、鸟圣和古伊娜。具体数量是2、3、4都行，看个人习惯了。不过也是因为最近内战变多，所以开始带很多针对内战阻挡者的牌，比如咱们广州冠军赤木凤梨就带了2个莱姆琼斯去针对乌塔，配合萨奇的话也能过马尔高、朱圣、鸟圣、六罗这些的。不过他这个位置我觉得也有张差不多的，就是这张海军的日奈可以过马尔高和朱圣，因为我觉得主要就是过这2个强，再多其实也就需要罗杰了，其他的就都是环境针对卡了，大部分都是因为现在环境的改变而开始投入进来的。咱们一张一张的分析，先简单聊一下2000边的取舍问题。艾斯的2000边其实也是非常灵活，速攻乔兹就是补个斩杀手段，莱姆琼斯和日奈就是有个偷鸡手段，我带的金古多就是一个4费节奏，因为下回合也是一角6000公平，打完再让乔兹拿回来也不觉得心疼，属于极致卡手式的应对策略。其他的可选项就是那些白团的白板2000边5费6000、6费7000这些了，这里我更推荐带6费7减，毕竟更容易活下来，都能带，没有固定的，看自己的习惯。然后说下水牛和花剑的理解，这2张都是环境初期投入的很少，但是现在投入的越来越多的2张单卡。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现在的内战太多了，包括其实夜火手枪数量的增加也是这个原因。内战太多了，这3张都是内战越多越能发挥作用的单卡。水牛就是先手5费回合处理对方4费时的马尔高，然后对方下5回合如果出乔兹的话，也只能回你这个水牛，然后你7费时可以乔兹反处理他的乔兹。这样的情况就是虽然你慢了个跌，但是场面永远比他多一个乔兹，就能减少很大一部分的先手劣势。但是其实水牛也有他自己的劣势在，首先就是水牛其实是亏资源的，因为比如你出个大河马尔高，尤其是大河，就算被乔兹吹了，资源上也是纯赚的。然后就是因为水牛是5000，内战想要蹭出去还得贴个东，7费下乔兹的话头就没东了，可能会更亏资源。所以就是如果是我刚才说的理想节奏下，水牛确实还可以，因为双方其实没赚资源，那先手因为打得大又有场面优势就还能接受，但是也是为了应对内战先手的这种情况，大家发现被水牛吹了的时候，你6费再上个乔兹其实就非常的亏了，于是6费的花剑比斯塔也是被投入了进来。首先是乔兹解不掉它，这点很关键，就等于是你后手一定是比先手场面要大的了。然后就是又是个8000还是双攻，给到的防守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就相当于是个必须挡的一脚。广州赛的最后一场赤木凤梨先手的情况下，为什么能把先手资源搬回来那么多？除了对手第一个10回合断10了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场上有这个比斯塔，打资源打得太快了，血也吃不了，怪也不能给，本身断大额的情况下就是先手优势，再没了场面会更没得打。这2个原因加在一起，对面直接就被拉扯麻了。这个案例也是展现出了比斯塔在内战的强大，所以就是如果我4费场面被处理了，那我6费就不管你了，直接压个比斯塔，咱俩一起亏一轮，那不就是我后手优势了吗？同时比斯塔其实打索隆也很厉害，拿到先手的情况下，你站个比斯塔很有可能直接就能把索隆冲死。顺道讲一下为什么白马6费大河都被完全的优化出去了。首先就是这2张卡其实跟水牛和比斯塔一样，都是固定轮次才有机会出场的单卡。首先是白马，如果不是4费准时，你大概
概率是没有其他的机会登场的，就哪怕是5费都是不行的。你打一姆会被鸟圣 K 掉，打索隆吃个达斯奇你也很难有资源保他，内战也大概率吃乔兹，所以只有4费这一个时间点登场，更何况你就算4费登场了，还有可能被水牛解，然后你又不会为了4费的这一个节奏点去下4张白马，大概率也就1-2。那过了这个点，它又不像马尔高一样可以辅助拉扯，再加上其实至少得打出去2脚，才相当于是赚出了大河和马尔高的资源量，所以是很自然就被优化掉了。大河同理，它同样也就只有6费准时才厉害，但是就算准时，它也并不优质。我之前提到过，艾斯的资源曲线其实是个漏斗型，就是4费6费其实你是不赚资源的，那一个躺下来的大河很可能突然就变成靶子了。再加上如果被乔兹处理，场面和资源又是亏了很多，4费被水牛处理，6费被乔兹处理，8费准时8+10再被月火全了，就哪怕你是后手也已经劣势无限大了。所以这2个起初被认为最优质的节奏点也是很自然的被优化掉了，被替换成了比斯塔单 Z。 当然如果你要问那4费没有4费节奏怎么办，开检索呀，因为其实你本身最大的后手优势就是8+10，然后你本身6费时的节奏也会比4费节奏更加重要，所以如果你手牌里没有凑好的8+10，哪怕4费不占场面，你保证6-8的节奏也是更重要的。当然4费没有场面的主要问题其实是万一5费吃个洗手不灵可能会直接崩盘，下个马尔高我还能送一送，保不齐能补回来。顺道正好说说洗手不灵的这个问题，不灵的位置其实我纠结了很久啊，因为实际打下来你会发现大本对于其实你很难有机会去上不灵的，因为现在这个环境你拉扯的情况会特别多，并且场面是远比你当时打了几张资源要更重要的，然后斩杀轮也绝大多数情况是靠罗杰斩杀的，不灵的出场机会是越来越少了。不过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是你先制了罗杰并且活了下来，在手牌不好的情况下，不灵可能会给你一线生机。再有就是刚说的内战5费的时候洗对面，因为你7费还是要上大节奏的，所以要洗还是得在5费洗。聊几张类似卡位的取舍，首先是1费的阻挡比斯塔和离子光波，我最终是抛弃了炮，转而投入了比斯塔。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其实是个蹭的环境，你留不留费对面该蹭你还是蹭你，你手牌不够就是得交，所以你留着一炮很多时候不是那么有意义。而且要是内战这种12000往你脸上怼的情况，除非有2炮，否则也没啥大用。以及因为离子光波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后期你才有留费空间，前期来了就是会卡在手里，所以很多时候是与其一直攥着，不如早点当脸就别扔了。比斯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要相对灵活一些，像1至3费期间有多余的费又没有检索，你就可以前置先拍上去，打索隆打伊姆包括内战其实都是不一定有时间去处理它的，所以往往存活率还挺高的，之后也能让你不用刻意的在不合适的时候去留费，内战后期也有机会去挡下一脚12000，都是有可能优于炮的点，再加上他还吃检索，炮完全找不到，所以是把炮的位置换成了阻挡比斯塔。我投入的是1，可以依照习惯投入1至2。聊下最终话题，冰胡子的取舍。冰胡子是环境初期为了对抗伊姆而广泛被投入的艾斯核心单卡，但是其实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你玩艾斯不用冰胡子你一样打得过伊姆，具体方式咱们放到对击思路去聊。然后反而因为投入了冰胡子，卡手率上来了，因为首先是打内战和索隆，冰胡子其实都没什么大用，因为你内战的时候就算你上冰胡子该死还是要死的，该打不进去还是打不进去，可能你拍个冰胡子人家拍个罗杰比你这胡子还厉害。然后就是打索隆不能说是毫无用处，只能说是没有一点卵用，而且还卡在手里巨难受。每当我手里攥的是冰胡子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不是酒胡子，于是我就把冰胡子都踢了，换成了酒胡子。首先就是酒胡子也约等于有点冰胡子的那种概念，因为变成8000头就已经是在要求对面必须要贴东才能蹭到你了，那就等于是在变相的消耗对方的资源，反而会比冰胡子对对方的进攻节奏影响更大。然后就是如果你只有一张冰胡子，很多时候也不一定那么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需要下冰胡子的时候，一定是对方当前已经有了一些场面了，你的冰胡子就算能停滞对方一回合，反而可能面临的是更大的防守压力，所以此时你又大概率需要第二个才能让你场面有足够的进攻压力和防守强度。但是冰胡子本身是不赚资源的，你这2轮会极大程度的进入资源很少的阶段，结果就会出现很有可能自己进攻场面还没打好呢，对面就跟你爆了，
那么结果就是你资源循环也断了，还可能要死了。所以越是用来越不顺手，最后痛定思痛都换成了酒胡子。酒胡子的优势，一个是面对索隆肯定比冰胡子厉害是真的，然后就是巴菲事件配合酒胡子的变成一万头，会是你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兼具了进攻和防守的重要打法。因为你在面对伊姆或者内战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很安全的变成空血状态。因为只要你空血了，对方就必须开始思考我会不会被罗杰打死的这个问题了。就哪怕你现在没有罗杰，对方也知道了，就是你什么时候抽到罗杰他就什么时候死。但是如果说你只是用巴菲事件拉个冰胡子做个8000头，对方也依旧是很可能就揉下巴，老娘跟你拼了，还是有死亡风险在的。但是1万头基本上就杜绝了任何被斩杀的可能性，这都是冰胡子给不了的安全感。所以其实就是总结下来，冰胡子主要是为了提高对上伊姆的胜率，但是哪怕你没有冰胡子，打伊姆也有很高的胜率，然后反而却因为冰胡子的投入降低了内战和索隆对局的胜率。所以也是呼吁大家可以酌情放弃一下冰胡子，实在想带的话，我觉得一冰一酒也可以。以上便是构筑中我对于每张单卡的理解了。如果有我没提到的，大家也想问问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哈。我这边就先进入不同领袖的对局思路分析了。其实主要对局就是主流的4大天王，红蓝艾斯的内战，然后伊姆、索隆、罗杰，伴随有少量的红黑萨博和蓝紫路飞。先说下大头的内战，正常情况下内战都是希望要后的，因为能准时6费比斯塔和8费巴拉什都是内战非常有利的节奏。一个是比斯塔很难被处理，然后就是内战比的就是谁跌多，谁的1万2能先打出去，并且先出1万2的也会有先开业火拳的资格，这点都是内战抢后手的根本原因。所以内战其实非常讲究，先要能赢头子，然后能给对面搬一手烂牌，你就赢了。重点讲下先手的节奏，还是首先内战先手其实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因为关键点其实就是在对方8费能不能准时8加10。如果对方8费打不出这个节奏，其实反而先手会更有优势。一个是先手的检索和过牌机会其实更多，也就是说先手9费8加10的几率其实是比后手要高的。然后就是先手先铺场，也就是说至少在前期来讲，先手给的进攻压力也是更足的。这几点把握住了，先手也是能翻盘的。关键节奏点，一个是5费时候看水牛或者布林有没有机会处理对方的4费动作，然后就看对方的6费节奏能否反手用乔兹处理。因为如果乔兹处理掉之后，对方就算8加10，可能场上也没有足够的进攻能力。那这个时候咱们场面多对方一个乔兹，也是能对后续的资源拉扯有很大帮助的。再有就是看对方10费时，8费登场的白胡子有没有进攻，如果打出去了，咱们可以用夜火手枪处理掉那个立着的胡子，然后尝试把对方血踢空，如果踢空了，基本也就拿下了。就还是我说的，资源逻辑偏向于一个漏斗型，中期会是一个比较薄弱的时候，所以要尽可能的在这个时候抢出节奏和资源。然后就是先手还有2个比较重要的拉扯打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当时的手牌去酌情决定。第一种就是如果手里业火拳多，那么对方8费准时8加10之后，你就一直拳他，然后照他脸踢就行。因为先手场上会多出来一个乔兹，那么你头跟乔兹最次也是2角8000吧，再加上第一轮的8加10其实是亏牌的，手牌数是减1的，那么你2角下去他又少4张牌，然后他再上你就再拳到他没跌你再上跌，资源循环要比人家更优秀。第二种就是如果对方没有准时8加10，你第一个10倍回合就直接压个罗杰，因为其实此时你大概率是满足先前我说的2血加强胡子的情况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罗杰简直就是天神下凡。首先就是罗杰下场的时候有很高的概率把对方压到1血，如果解不掉罗杰，对方就会陷入如果他下回合把自己血拔空，我会不会死的究极难题。一旦他判断是会，可能直接就要赶鸭子上架来斩你了，然后斩杀失败你再反斩他。但是即使是他没有选择相信你，以及你也确实没有办法拔空血，罗杰站住也是非常完美的进攻节奏，他永远要防着你突然空血，而你只需要做个1万头，这把就拿下了。然后聊聊伊姆，面对伊姆也是无脑抢他后手的，因为他的后手节奏实在是太舒服了，拿到后手跟内战其实差别不大，还是靠一直拍跌取胜，1万2越多越容易赢。唯一要注意的还是吃血节奏，其实会经常性的需要通过8费事件去拔2血做防守，这点其实先后都差不多，只不过如果先手是伊姆胡了，咱们也
会比较难以招架。为了讲解，还是拿咱们先手举例。先手情况下，咱们其实可以适当观察一下一姆的检索内容，来判断一下他在8费时的进攻强度。主要的判断依据就是看他8费时这波有没有重胜，墓地数量够不够10张。如果你判断出有的话，那前期的手血压力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咱们期望肯定是用血去扛8000，所以6000都是能挡就挡。当然这个主要也是会出现在一姆的6费回合，他用鸟圣 K 掉你的大河，然后可能会打2脚6000，或者也可能只有头打1脚8000。这个时候的这一血我建议是一定要保一下的，因为首先是大河已经占走咱们的领袖技能了，所以你就算吃血也已经是亏了。然后就是下回合重胜出来，剩下5东会是一姆进攻最不可控的一个回合，很可能6000、8000就打上来了。那咱们最大的期望肯定是吃10嘛，对吧？就是一定不要在这个回合吃到1血，很重要，就是尽可能的2血进入他的10费回合。因为面对一姆，咱们能8000、10000头守2轮还挺重要的。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咱们场上才能攒出至少3个较大的有效公频，才能有机会有效的去压低一姆的血线。而且就算场上已经有3个大公频，一姆还剩下2血的话，你上罗杰也很容易大概率斩不掉他。那么此时咱们该怎么办呢？答：上马尔高。这也是要去用大头扛空血的主要原因，因为打一姆最重要的还是要去进攻的，把血做大头是你唯一的又能有效进攻又能节约资源的重要手段。但是咱们其实依然阻止不了一姆对你的进攻，资源还是会减少。但是此时一姆的弊端其实也就表现出来了。这里说回咱们先铺好3个大公频，那么此时你要干嘛呢？就是很简单的8000、10000、12000、12000的打上去，然后上2马尔高过就行了。这样打的期望值是什么呢？对方挡1脚8000，然后交2个阻挡掉1血，那这个时候一姆的场面和公频其实是固定的了，就是3角角色加领袖加新的5老星叫出来的马圣一共5角，咱就算他东全贴上来打你，平均下来也就是5角8000，并且一般还达不到那么大，因为他还要留东做防守。那么拍2个马尔高的阻挡带来的5张资源，可以说是完完全全足够应付这一轮的进攻了，甚至可能还有富裕。并且如果你觉得这一轮打不掉一姆，就甚至可以再如法炮制，打完4角然后上2马尔高过，甚至如果他吃血了，你2个阻挡者不打了都行，因为这个时候一姆其实就已经是有极大概率准备跟你拼命了。为什么呢？因为此时你大概率已经扛过他4个5老星了，8费时点把血扛2个，4个马尔高再扛2个，他就已经没有资源循环的手段了，也就是已经结束他资源的峰值了，只会是越来越少，甚至没有资源了。那么也就这6角跟你拼命了，这6角也就是3角8加3角9，2个马尔高的5张牌挡下来还不是轻松加随意。所以打一姆的要领其实就是吃血节奏和一定要给他防守压力，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给他场上占12000或者司徒西你的机会。你要让他明白你不能断阻挡者，你断就得死，那一姆才能感受到压力呢。所以有的时候哪怕自己防守压力大一点，你也一定要进攻，否则你一个阻挡都没打掉，他一看自己还2强呢，那我占个12000，你可能就彻底打不了了。一姆完了就是索隆，索隆是少数艾斯要抢先的对局，因为索隆赢艾斯其实几张牌就够了，就打死棋完了我最强艾斯就要死了啊！我经常这么死，3血领袖永远的痛，以至于这个对局其实容错非常的低，但是也很公式。要点就是尽可能的减少领袖技能的亏损次数。拿先手举例，你5费上了大河，索隆6费上达斯奇，那咱们就放大河保血，领袖技能就发在大河身上。然后7费时乔兹吹达斯奇，他下回合8费达斯奇，然后11000砍乔兹，咱就保乔兹吃血，领袖技能呢就发在血上面。下回合巴拉什狠狠的冲索隆一波，再下个对方回合也是一样的，要么给血，要么给乔兹，反正就是不能2个都给就对了。这里的决策点主要就是看你的手牌和对方的血量了。如果你手上可以做到巴拉9胡子做个10000头，或者巴拉什做8000头也行，以及你预感罗杰已经就位，那么你就给乔兹保血。如果你手上是阻挡比较多，有2个马尔高加1个65塔，然后对方之前保血也是保的比较死的话，你就把乔兹保了，把血吃了，再跟他拖一轮。毕竟索隆是个没有资源续航的领袖，面对乔兹7000这么蹭，有很大概率资源会跟不上。并且如果他在10费的第2回合还没能结束比赛的话，索隆的资源也是有极大概率会开始跟不上艾斯了的。那么此时只要你不贪不动没必要动的强，索隆还真就是拿你一点招都没有。当然这是先手顺利的情况，后手如果索隆真就是究极天胡，咱们还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但是关键转折点其实也还是在咱们的4费回合。首先就是如果对方起手时就很高兴的接了，那么4费时我很可能会不临直接洗他啊，没错，我就是内心这么
这么阴暗，然后或者没有洗的话，我也很可能会是检索划水一轮，或者贴东打5000、7000。因为首先对于索隆来讲，他5费就算没有目标，他也是要下大4棋的，因为任何领袖打艾斯都是非常需要场面的，所以会玩的索隆是绝对不会1万打你头的。然后你在6费乔兹吹打4棋，下回合保乔兹吃血，8费再8+10。同时后手的另一个优势就是你场上是有极大概率可以站2个12000跟索隆打的，会使得咱们一旦撑到了后期，索隆更没他打。不过后手主要比较难受的点是，如果4、6两回合都正常上角色的话，咱们是没有办法给头插东的，就一定会出现1至2次头上没有动，也就必定要亏1至2次的领袖技能，这其实也是咱们抢先的根本原因。总结就是打索隆，人家胡咱们必须也得胡，人家不胡咱们也得胡。下面快速的聊聊罗杰。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太争论出打罗杰到底应该要先还是要后，因为这个对局真的是先后都有各自的说法。首先艾斯先的话会对罗杰的手牌要求比较低，跳2下就可以出9胡子，下轮接10了。而艾斯这边则是他刚进行完第一个10费回合，咱们刚9费，下轮是只有一个8+10。但是优势则是因为罗杰的费用体系，艾斯在5期时是可以通过水牛和乔兹完美控住罗杰的场面的，让他就算第一个9费下来也没有很大的场面。再有就是先攻先打，再加上罗杰是没有办法处理艾斯的场面的，很容易艾斯的场面会比较大，前面就要被艾斯蹭掉很多的手牌。然后第一个10红发吃了夜火拳之后，长血双丢，完事儿就算再续一个10，如果再被全了，就算之后大哥不断，资源也已经跟不上艾斯了，大概率就要被艾斯磨死了。这是艾斯打罗杰时拿先手的道理，艾斯给的进攻压力更足，自己的防守压力更小，但是罗杰的节奏可能也会相对更顺。拿后则是对罗杰的手牌要求很高，然后艾斯这边暗费顺着拍，罗杰只要稍微卡一点就炸了。就是因为罗杰这个领袖真的非常有意思啊，先后要的节奏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后手是3、6、9、10，先手就是1、2、4或5，然后8接10。首先就是2费跳费会让罗杰非常的肉疼，因为不是2000鞭就是3000鞭。然后就是因为下回合可能是小冯就是很有可能没什么卵用，被乔兹处理了，或者被对方直接无视掉。当然按理说艾斯这里是不应该去处理这个小冯的，因为本来对方第3跳可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小冯反而作为第3跳可能比其他还要优秀一些。常规情况下罗杰的第3跳就是巴雷利了，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认为抢罗杰后的原因。首先就是巴雷利只有4张，上手是个问题，然后就是就算真3跳了，巴雷利也不厉害。一个是打头的那脚是6000，没什么压迫感，然后就是在场上是个9000，比1万小一圈，被13000来一脚直接就炸了。所以很多人觉得拿罗杰后更好，也是这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对罗杰的手牌要求更高，另一个就是先攻场面不厉害。但是弊端还是跟刚才一样，头没有东，面对罗杰打大脚很容易亏技能。然后就是可能会被压负数的小冯，会有极大概率有一轮要面对3角12000的进攻，这波挡的好不好，很大概率就是胜负手了。不过总体来说，艾斯打罗杰还是优势对局，一个是艾斯资源很多，有跟罗杰对拍大哥的资本，然后就是因为蓝色有野火拳，处理罗杰的场面非常简单，而罗杰反过来处理非常困难，再加上罗杰只是个4检索的卡组，稳定性一定是不如咱们这个12检卡组的，卡手率天然就高，有跳没大哥，有大哥没跳都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先后其实都不关键，你就适当改变一下自己在不同对局下的进攻和防守思路就好了。最后的紫路飞和红黑萨博就放一起说了，首先就是统一结论就是都不好打，先后都不好打，后手可能还有机会，但是先手除非对方特卡，否则一般是机会渺茫。这两个对局就是人家都是奔着抓你来的，你就祈祷走位碰不到，碰到了祈祷赢头子，赢完头子再祈祷对面卡手就完了。你要真问我打这两个领袖有什么诀窍吗？说实话是真没有了。蓝子一旦跳上去直接9+9，这把基本可以说是已经没了，他剩下的就每回合开拳然后踢你不上大哥他就接着9+9，唯一赢点感觉还是在布林身上，他漏怪了然后被你布林洗完没有脚一波带走。除此之外就是扛到他没有野火手枪，但是哪怕撑过了所有的拳，很多时候资源也已经干了，还是祈祷索隆伊姆发力把他送走吧。红黑萨博则是多少有些后手小无敌，唯一的赢点就是他断 SEC 萨博，所以野火拳在这个对局更是格外关键。他6费下萨博，你7费是一定要给他全走的，然后他如果断了，你这把会当场优势，但是如果没断，你就要
紧跟上第二个圈，再开始上大哥。甚至很多时候，我认为打萨博石胡子是最没有用的，因为你有极大的概率会被很痛快的斯图西解掉。所以我觉得打萨博就靠小频率去蹭它会更有优势。一个是萨博是个赚不了资源的领袖，另一个就是萨博的大哥其实都不是很厉害，所以会很依赖斯图西赚出来的那一轮节奏。也因此我打萨博很多时候会非常喜欢用大和加马尔高这种小公频连打带赚的方式去打，然后主打手是比斯塔，一个是房地产萨博处理不掉，一个就是很大正好能跨过他的 SEC 萨博，再有就是斩杀也不是用强胡子去防，还是要用9胡子去防，毕竟萨博经常又是罗杰又是过墙红发的，不如大头来的实际。所以说实话，打萨博也经常是靠1万头加罗杰斩杀的，所以咱们还是只能说果然还是亲爹最厉害。以上就是当前环境下红蓝艾斯对战各领袖时我的打法思路的分享，不一定对，更多的时候还是给大家提供下不一样的思路，让大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法方式。同样的，我的构筑也不是什么完美构筑，还是那句话，没有最完美的构筑，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构筑。每张卡最好是经过自己的思考，想好作用目的再去投入，否则干抄一个，然后发现有些卡不知道干嘛的，可能会更难受。最后就是本来在准备这篇稿子的时候，其实是在北京站之前，然后没想到在北京站还拿了那么一点点小成绩，也算是对本篇内容的可靠性的一点小小的证实吧。希望大家看完之后都能有所收获。最后也是终于又进国赛了啊，希望这次能比上次名次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派老，咱们下个视频再见。